各位同事，大家好，欢迎参加本次新人品保教育训练。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关于 ISO 和绿色产品等相关的品保知识。希望透过这次培训，大家能对公司的品质管理有初步的认识。在公司里，品质一直是最重要的基础，不论是产品的制造、流程的执行，都和品质息息相关。可以说，品质不只是品保单位的工作，而是每一位同仁都必须共同守护的责任。今天的课程内容会带大家认识 ISO 管理系统，还有目前全球产业非常重视的绿色产品与环保要求。这些听起来可能有点专业，但其实都和我们的日常工作紧密相连。透过这次培训，希望大家能对公司的品质管理有初步的理解，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规范，以及它背后真正的意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一步一步和大家说明，让大家更清楚品质管理不只是标准和制度，它其实就在我们每天的工作流程里，每一次检查，每一份记录，每一个动作，都是确保产品品质和顾客满意的重要一环。首先是品质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公司为了有效管理所有与品质相关的事项，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与运作方式。这套系统不只是文件或标准而已，而是涵盖了从产品设计、制程规划、生产制造到检验出货的每一个环节，确保每一步都有迹可循，也都有标准可以依循。在国际上最常听到的品质系统就是 ISO 9001，它是一个通用的品质管理架构，适用于各行各业。不过，由于汽车产业对安全性与可靠性有特别高的要求，因此在 ISO 9001的基础上，衍生出了 IATF 16949。这套标准由 IATF 国际汽车工作小组所制定，成员包含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协会，代表的就是整个汽车产业最核心的品质规范。制定 IATF 16949的核心目的有两个：第一，提升供应链品质的一致性，也就是让不同的供应商、不同的制程环节都能达到相同且稳定的品质水准。第二，增进顾客满意度，因为汽车零件一旦出问题，不仅会造成退货或索赔，更可能直接危及使用者的安全。因此 IATF 16949不只是一张认证证书，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品质承诺。它向客户表明，我们具备能力，也有决心提供符合国际标准，并且高度可靠的产品。公司的品质政策其实很简单，就是满足顾客需求。虽然看似容易，但却包含了我们每天工作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首先，在产品与服务上，我们的产品必须要符合与顾客协定的规格，做到品质稳定一致，而我们的服务更要达到契约上的承诺，让顾客在交期、沟通以及售后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责任。在内部作业流程上，我们强调前工程保障后工程，意思是说，每一个环节都要对下一个环节负责，确保自己招出去的成果能够被后段顺利承接，这样整条生产与服务流程才能稳定运作。在每位同仁的责任上，我们强调自我品质保证。品质不只是检验人员的工作，而是每个人都要自我检核、自我把关，确保自己交付的成果是合格的。这样不但减少问题，也能让同事彼此之间建立信任。最后，我们要记得，品质并不是静态的，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不出错，更要持续改善与持续创新。我们可以透过持续的精进，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创造更多价值，让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品质政策并不是一张纸上的文字，
而是要落实在我们每天的行动中。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产品与服务一定能赢得顾客的信任与满意。为了确保品质政策落实，公司会制定品质目标，也就是 KPI。这些目标会分配到各部门，例如，营业部可能设定每年要增加多少客户，生产部设定不良率必须低于某个标准，品保部设定特殊不良率要低于多少，或是完成多少检验。教育训练部门也会有训练完成率的目标，这些都是每年要定并执行的。除了达成年度目标外， IATF 的要求还强调持续改善，也就是每年都要比前一年进步。我们会依据去年的成果，合理设定改善幅度来达成。部分客户还会提出更严苛的要求，例如不得发生任何特殊异常，这些也会被纳入 KPI 的目标设定。总公司及子公司始终秉持系统化管理理念，透过建立涵盖多维度的国际标准管理体系，持续落实营运根基。目前已全面取得以下权威管理系统认证。在品质管理领域，不仅通过 ISO 9000品质管理系统认证，构建了全员参与的品质保障机制，更针对汽车产业严苛要求，获得 IATF 16949专项认证，实现从研发设计到生产交付的全流程品质管控。环境管理方面 ，ISO 14001环境管理系统认证，推动公司建立健全环境因素识别合规性评价及污染预防机制。职业安全领域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系统认证，为员工打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在应对全球气候变迁方面，通过 ISO 14064-1温室气体核查与报告规范认证，实现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管理与持续改进。实验室管理领域 ISO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确保公司实验室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资讯安全方面 ISO 27001资讯安全管理系统认证，全面保障客户资料与商业资讯安全。这些认证体系的有效运行，不仅代表着公司管理水准与国际先进标准全面接轨，更为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拓展全球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充分彰显了公司对品质、环境、安全及永续发展的长期承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IATF 16949有8大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顾客为中心，其他还包含领导作用、人员参与、流程方法、持续改进等。持续改善常用的工具是 PDCA 循环，这是一个用来推动持续改善的管理方法。首先是 Plan， 代表计划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针对产品设计与过程设计进行规划，设定清楚的目标与方法。接着是 Do， 代表执行阶段，计划定好之后，就要按照计划去落实，确保方案能够被真正执行。第三步是 Trigger， 也就是检查阶段，在这里我们要确认执行的结果是否达到原本的目标，检验过程中是否有偏差或问题。最后是 Act， 代表改善与行动。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就要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改善方案，并且修正到计划当中。之后再回到 Plan 的阶段，形成一个不断循环的改善流程。简单来说， PDCA 就像是一个持续滚动的轮子，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提升品质，避免停滞不前，确保公司始终能朝着更高的品质标准前进。此外， IATF 里一个重要的支柱是6大核心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应用在
我们所有工作上都会用到的。所以你们看到的一些文件或一些改进的东西，都会是由这里面的概念去做的。首先是 APQP 先期产品品质规划，它就像是产品的总设计师，这个工具在产品研发阶段就要介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必须在还没开始大量生产前，先把所有设计、流程、规格都规划好、确认好。我们要确认这个设计是真的能量产，没问题后才能往下走。第二是 PPAP 生产线批准程序，当前面 APQP 规划好，我们也视作成功了。接下来就是 PPAP， 这就像是我们的成绩单，它会把我们试产的所有数据、样品、流程文件打包成一份正式报告，提交给客户。客户会仔细验证，确认所有细节都符合当初的要求后，才会正式批准，我们才能开始大规模供货。第三是 FMEA 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这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工具，它会针对我们设计或制造一个东西时，可能会在哪个环节出错，进行分析，评估它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然后提早想好对策来防范，让这个错误根本不会发生或发生的几率极低。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预防性管理。第四 MSA 量测系统分析，这像是数据的守门员，它的重点在于确认我们的量测系统是准确的。试想，如果量尺或检测仪器本身就不准，那测出来的数据放进去分析都是错的。所以 MSA 主要是分析量测仪器、量测方法，甚至人为操作之间的差异，确保我们的量测数据是可靠且准确的。第五是 SPC， 它就像是生产线上的即时心电图，在实际生产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预防工具。我们主要有3个步骤，第一是关键控制点，我们会根据产品规格和制成特性，识别并订立影响品质的关键控制点，例如重要的尺寸、温度、压力等。再来是数据收集，在这些关键点上，我们会持续且系统的收集生产数据，最后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和输出 CPK 报告。我们会设定一个上下规格或管制界限， SPC 会把生产数据不断放进去，用统计学的方式去计算和进行数据分析。透过分析，我们能算出 CPK 制程能力指数报告，用来衡量制程是否能稳定的满足规格。若数据开始慢慢偏离中心，它会提早告诉我们，你的生产过程好像有点不对劲，快要失控了。我们就能在还没做出不良品前就进行调整，确保品质的一致性。最后要谈的是控制计划 CP， 它就像一份 SOP 总表，把整个生产流程从最开始的进料检验，到中间的制程检验，一直到最后的出货，所有步骤，所有要检验的项目，汇整成一个清晰的流程文件。它就是让所有相关人员清楚知道整个生产过程的顺序是什么，每个环节要做什么检验。以上先让大家先建立一个基本概念，认识6大核心工具的名称与用途。至于更细节的部分，上是实际操作的方法、表单的应用以及搭配案例的演练，这些都需要完整的专门课程来学习，时数至少需要2天以上。后续如果在作业上有需求，公司会再安排进一步的训练，协助大家把工具真正应用到工作流程中。品质系统文件主要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是品质手册，它是整个品质管理的最高指导文件，说明我们的品质方针与整体要求。第二层是程序文件，用来规范各种流程，让大家清楚知道在不同作业环节要依照什么标准进行。第三层是作业指导书，也就是针对现场实际操作所制定的细节规范。
确保每位同仁都能按照相同的方法来执行。最后一层是记录文件，像是表单或各种填写记录，用来留下我们执行过程的凭据与追溯依据。这4层文件共同构成了我们品质管理的基础，让每一个工作都有规范可以遵循，也确保我们的产品与服务能持续维持在一致且稳定的品质水准。以下要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首先是要严格遵守作业标准书的规定，这是保证品质的基础。其次要保持现场整洁，各项标示要清楚，避免混淆。遇到异常情况要及时回报，并积极参与改善。同时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品质工具，比如检查表、手件确认等。记住，每个人都是品质的守门人，都对产品品质负有责任。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明公司的培训体制规划。我们主要分为内部培训与外部培训2大体系，双轨并进，协助同仁成长。在内部培训部分，除了各位目前参与的新人训练课程，协助大家快速熟悉公司文化与基础作业流程，也会针对不同职期规划在职进修课程，涵盖产业新知、系统操作、升级等内容。此外，针对特定职能如技术认证、法规遵循等，每年也会安排资格重新认证训练，确保专业能力符合最新标准。而外部培训则聚焦专业深化与资格取得，包括国家级技术士证照训练、特殊岗位如厂务安全、品保稽查所需的专业职能培训，因应国际标准的体系稽核训练，以及配合供应商或客户需求参与的产业沟通课程。这些训练不仅协助大家累积职场竞争力，更能同步掌握业界最新趋势，为个人与公司的永续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希望透过完善的培训资源，让每位同仁都能在职涯道路上持续精进，共同达成公司与个人的成长目标。接下来要谈的是不合格品的管控流程。当你在现场发现一个可能是不合格的产品时，要先确认它是不是真的属于不合格品。如果现场无法判断，请立即通知主管，由主管来协助确认。一旦确认是不合格品，就必须做记录，并且清楚标示，确保与良品分开进行隔离。接下来，生产线或品保单位会开立异常单或矫正预防措施单，并送交相关单位填写与改善，避免同样的不良再次发生。至于不良品的处理方式，通常有几种可能，像是重工、挑选、特采或者报废。具体要采取哪一种方式，由相关主管来决定。这里要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只要发现不良品，一定要第一时间回报主管，由主管来主导处理。这些改善单完成后，会进一步交由工程师与主管分析原因，并透过 PDCA 循环进行改善和验证。如果确认改善有效，可能会对产线或机台参数进行调整。完成后，所有资料都会归档，让未来的新进人员也能参考，避免重蹈覆辙。另外，因为我们的产品都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当某一批产品出现问题时，往往需要追溯到前几批产品，甚至追溯到原料来源。如果发现是原料的问题，就要往上追溯到供应商，确认并要求改善。这些追溯的资料系统里都能查得到，确保每一批产品都有完整的管控。在品质管理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内部稽核。那在公司里，内部稽核大致上会分成4大类。第一个是产品稽核，这个就是针对产品本身去检查，看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符不符合规格，有没有达到品质要求，
这个部分我们是每个月都会执行。第二个是过程稽核，它的重点是检查我们的制程流程有没有照着规定走，有没有确实依照作业标准来执行。这个部分的频率是每季一次。第三个叫分层稽核，这个跟现场比较息息相关，就是主管或稽核员会在每周、每月、每季针对现场正在进行的工作持续去做检查。最后一个是系统稽核，这个就是规模最大的，会针对整个品质管理系统来检查，看我们是不是有按照要求去运作。这部分通常是1年一次。那内部稽核谁来做呢？内部稽核员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做的，他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格跟训练。首先，稽核员要有现场工作经验，要知道实际作业的状况。再来，他必须了解条文的精选跟要求。另外，至少要接受过一些相关课程，符合场内专业人员才能执行。课程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绿色与环保管控。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国际市场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我们的产品不符合相关法规，不仅会影响交货，甚至可能被客户退货。所以绿色管控不只是口号，而是确保公司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绿色与环保管控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我们要确保使用的材料及制造出来的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过度污染，同时也要符合国际环保法规，例如 ROHS、REACH 等。我们要从源头开始管控，也就是供应商管理。我们会和供应商签订环保协议，要求他们提供的所有原物料必须符合规范，不能含有有害物质。接下来，公司会安排现场稽核，实际检查供应商的生产流程，确保他们确实有落实，而不是只停留在文件承诺。此外，供应商还必须每年提供有害物质检测报告，让我们确认材料是安全的，并且符合标准。再来是我们的产品检测与把关，在产品出货之前，我们也必须进行检测。公司会利用 XRF 设备检查产品里是否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同时每年我们也会把成品送到 SGS 等第三方检测单位，取得独立的检测报告。如果客户有额外的环保要求，我们也会一并遵守，确保产品能完全符合客户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欧盟的绿色环保法规。第一个是 W111 指令，也就是废弃电子电机设备指令。它的重点在于电器、电子产品的分类回收。不过这一项和我们公司的产品关联性不大，所以这里我们就不特别深入。再来是 ROHS， 也就是危害物质限用指令。自2006年7月起，规定电子电机产品中禁止使用多种有害物质，包括铅、铬、汞、六价铬以及2种阻燃剂 BBB 多溴联苯和 PBDE 多溴二苯醚。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REACH 法规，也就是关于化学品注册登记、评估、认证许可及化学物质限制法规。它是欧盟的一项化学品政策，自2007年6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规定所有销往欧盟的物品必须符合相关的化学品标准。为什么会有这个法规？主要原因是有些化学品如果浓度过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例如可能具有致癌性、致畸形性，或是毒素会累积在人体内，因为不易被分解，长期下来就会影响健康。最早的起源可以举一个案例来说明。有工程师在家里让孩子玩游戏机，发现游戏机在运作时会发热，结果零件受热后释放出异味。经过检验发现，这些味道中含有有害物质，如果长期吸入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因此欧盟才会制定这样的法规，要求产品在正常使用与加热过程中不能释放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让消费者能更安心。REACH 的管控项目会不断更新。以2025年1月21日为例，高度关注物质清单已经增加到247项，3年前大约只有225项。这几年持续增加，每年或每半年都会新增一些物质。新增的原因通常是由组织或研究机构提出新的证据，证明某些化学物质对人体或环境有害，欧盟就会将它纳入管控清单。在限制标准上，大部分物质的含量限制是小于1000 ppm， 也就是100万分之1000。有些危害性特别高的物质甚至是完全禁止使用，比如部分油漆中的成分就是完全不可以含有的。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公司导入绿色产品管控，原料进料时就会检测，并且遵守欧盟的最新规范。如果有使用到药剂类物质，公司也会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例如口罩、防护服，确保不会对人员造成危害。最后要提醒大家，REACH 是一个动态持续更新的法规，这代表我们每年在送测时，检测的项目也会随着清单增加而扩充。因此，持续追踪欧盟网站的最新资讯，并配合更新检测，是确保产品符合标准的关键。而 ROHS 的规定基本上都是小于1000 ppm， 只有铬是小于100 ppm， 基本上厂内的规定就会抓得更严。可以看到厂内的汞管制到2 ppm 而已，6价各是10 ppm， 然后铬是5 ppm， 阻燃剂则是全面禁用部分。这边也补充说明 ppm， 1 ppm 为100万分之一。若第三单位检测报告测试值判定结果为 ppm， 其代表意义为定量分析。目前 ROHS 已经进入到 ROHS 2.0， 也就是 ROHS 10。除了原本限制的6种物质外，新增了4项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这4项都属于塑化剂，分别是 BBP、DBP、DEHP 以及 DIBP。请大家注意，这4项物质的限制值都是小于1000 ppm， 也就是100万分之一。这些物质主要用于塑胶或油墨中，我们必须确保使用的所有材料都符合这个新的限制要求。除了 ROHS 之外，我们也必须符合卤素 H-halogen 的限制要求。这主要牵涉到电器电子产品，包含了氟、氯、溴极碘这几项元素，在氯和溴这2项，我们有明确的限制，个别含量都必须小于900 ppm， 而氯和溴的总和则必须小于1500 ppm。这个标准是为了降低产品在燃烧或废弃时可能产生的有害物质或腐蚀性气体，确保环境安全。关于绿色产品，还有几个重要的文件需要了解。首先，如果是贩售给 Sony 的产品，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针对4大管制物质塑胶、油墨、油漆及导线。Sony 规定必须从 Sony 认可的绿色伙伴处进行购买。简单来说，我们不能随便购买。这是一个对我们供应链非常严格的管理要求。第二是 ICP 测试报告，这份报告是用来证明我们的产品符合有害物质限制。根据客户要求，报告必须定期更新，大多数客户要求是每年更新1次，所以我们每年都会要求供应商提供最新的测试报告。我们自己也会对产品送测，我们会要求供应商提供英文版或中英双语版本的文件，来符合国内外客户的需求。再来是 SDS 安全资料表，可用来告知所有使用者产品中化学物质的危害资讯、安全操作方式，以及紧急应变措施，它有任何成分或内容改动时必须急需更新。另外，即使内容没变，
也必须依据当地的法规要求更新版本日期。最后是 MCD 材料成分表，这份文件要求我们向客户揭露我们产品中所有材料的成分比例。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未经客户同意，不可私自更换材料。如果有任何变更，不论是换了原供应商、材质或是型号等等，都必须事先征求客户同意，我们才能进行变更。ICP 测试报告目前以 SGS 与 CGI 测试机构的报告为大宗。一份合格的 ICP 测试报告应包含电子签章、报告号码、报告日期、公司名称、公司地址、样品名称、样品型号、收件日、测试期间、测试需求、测试结果以及拼扣等项目。除了透过电子签章确认报告有效性，还需知测试机构网站查询报告是否存在。SGS 报告查询需输入报告号码、报告日期、样品名称或 PIN code。CTI 报告查询则输入报告号码和 PIN code。而 SDS 安全资料表则有制式化的16项规范项目，但文件排版或样式由各公司自行决定。其主要目的是告知成分的危险性以及预防、紧急处理措施，保障使用安全。这是一份 MCD 材料成分表 Material Composition Declaration。这个表格的用途很单纯，就是清楚记录一个产品里面有哪些成分。几乎所有公司都会填写这份表格，虽然格式可能不同，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在表格里会列出产品的材料名称、组成比例，以及各种有害物质的检测结果，其中会包含几个重点。ICP 测试报告号码，方便日后可以回查确认测试来源。SDS 安全资料表的内容提供化学品相关的安全资讯，所有产品的成分，如果检测没有发现特定物质，会标注为 ND 未检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全部都必须来自于实际的检测报告，也就是说，资料是不能随便编造或作假的，因为每一项成分与检测结果都会有档案或数据作为依据。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VOC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这个名词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但却是需要特别留意的一类物质，其特性是在常温下就容易挥发成气体，常见于工业制成、涂料、油墨、溶剂、燃料、胶水等中。虽然平常不容易直接察觉，但如果长时间接触或吸入过量，可能会造成呼吸道刺激、神经系统损害，甚至增加致癌的风险。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现场如果接触到这类物质，一定要注意保持良好通风，正确佩戴口罩或防护具，并且依规定操作，不要轻污其所带来的危害。公司在绿色环保产品规格作业程序编号为 TAEW2020 中有明确的规范，规定本公司及供应商使用在生产之原物料、副材料、半成品、成品及其他对产品造成污染之工具及耗材零组件中，或制造该产品时所用物质中，禁止使用和必须废止的物质，并采取适当方法掌握含量，进行管理。若因应法规要求指定，则必须提出符合允许含量的证明。最后要跟大家说明的是，除了产品原料和成分要符合规范外，也需体现在包装上。因此，不论是供应商送进来的原料，或是我们成品要送出去给客户时，大家会在包装上看到贴有3个相应的标志。这些标志就是我们的环保承诺的证明。画面上最左边的是 ROHS 规范，代表产品符合危害物质限用指令，中间的是无铅 PB Free， 再来是无卤 H Allergen Free 标签。这些标签会贴在包装上，让大家一眼就能确认这批货物在进出厂时
都符合我们对品质和绿色环保的严格标准。各位同仁，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透过这次的学习，相信大家对公司的品质管理体系以及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们从 IATF 16949的架构、PDCA 的持续改善精神，到6大核心工具的应用，再到 ROHS 与 REACH 的严格管控，都展现了公司在品质与环保上的坚定承诺。这些知识并不只是条文规定，更是日常工作的重要指南。未来在工作中，请大家务必严格遵守作业指导书，并及时回报异常状况，且持续落实绿色产品规范。公司的品质提升不是单靠某一个部门，而是需要全体同仁共同努力，齐心维护。如果对今天的内容还有任何疑问，欢迎与品保单位联系，我们会提供协助。谢谢大家的投入与参与。